一次，真的是你干的！害额头的案件是我做的。 我们被娘娘家袭击了。正邦，李正邦，我们是警察，开门！快开门！ 叫救护车。是。老大，于正邦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，会不会是知道我们已经在盯着他了？死者身上有不少淤青，生前有被虐打的痕迹，他脖子上有被掐过的淤痕，死因是凶手用双手把他掐死的。他体内有没有止咳药水的成分？没有。 如果于正邦是凶手，应该会用同样的犯案手法，
为死者服用止咳药水，导致他神志不清。你怀疑凶手另有其人？现在无法肯定，我只是觉得这不像于正邦的作风。他拐带小孩是为了发泄心里的郁闷，应该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肢体上的伤害。这些被虐打的痕迹，应该是失踪前被草根打伤的。于正邦是个变态啊，他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？虽然他心理不正常，不过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不会说变就变。这我就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如果我再不吃饭的话，就会晕过去。哎，一起吃饭啊？我才不要当电灯泡。什么电灯泡？只有我跟你呀。你那天不是跟我说要约你出来吃饭的男生从这里排到你家吗？唉，帅哥看得再多也会腻啊。就好像如果我每天吃鲍鱼，就觉得鲍鱼味道普通，一点新鲜感都没有。哦，那我就是你调味料，帮你去除鲍鱼的味道过后，让你再享受鲍鱼。你真聪明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，他叫 Dylan。帅吗？有钱吗？是智慧型的，还是那种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型的？发电能力呢？他是个律师，蛮帅的，属于智慧型，应该不会太穷吧？那你对他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有没有机会啊？我只见过他2次，最后一次不算是愉快的经验。可是大小姐，你能在我面前提起他，对他的印象应该不差吧？印象的确很深刻，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让我一直想起宇哲。那样子像宇哲吗？根本不像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一直让我想起宇哲？有2个可能性，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2个是同一类型的男孩子，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、智慧型、发电能力能够摧毁整个城市。第2个可能性就是你把他当宇哲的代替品。我与宇哲都还没有开始，代替什么？哎呀，反正现在宇哲都还没出现，你就随便先找根顶着了。就好像如果鲍鱼卖完了，我就先吃干贝，味道也挺好的啊。什么态度啊？对爱情这么随便？鲍鱼是鲍鱼，干贝是干贝，不可以混在一起。哦，哎，大小姐啊，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哈。如果再这么挑食的话，不要说干贝啊，连豆芽都没得吃啊。为什么我身边人的嘴巴都这么毒啊？情况怎么样？死者腹部被利器刺伤，伤口极深，初步断定是失血过多致死，死亡时间大约是2小时前。他身上没有其他伤痕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。他被利器刺中，一定要在近距离内办到，而且又是正面。他没有反抗就被刺中，可能是熟人做的。会不会是于正邦？查查看他有没有联络于正邦。是老大。于正邦本来不是个会用暴力的人，他一定是受了什么外来刺激，才会改变他的行为模式。他现在变成一个危险人物，大家尽快把他找出来吧。是老大。
怪气的，真讨厌。你看他男子穿女孩子的衣服，这小孩是不是有问题？我看这个男子长大肯定是个娘娘腔。不要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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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笑！不要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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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笑了！明明说那个娘娘腔他不会攻击人，所以我才答应帮你查他的。结果呢，搞到差一点杀人了。阿尼的颈项还留有他的抓痕，连胆都被吓破了，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？又想敲诈多一点线人费了。这份工作很危险的，随时会遇到那些变态凶手，搞不好连命都没了。给多一点钱也是合理的。你们是在为人民服务，协助警方抓嫌犯，应该觉得光彩啊！光彩，挂彩就有啊。这死白骨精啊！现在不是要你出钱了，你帮警察部门省钱做么？你再碰我，一分线人费都没有。昨天于正邦来这里找美月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当时我们在远远看着他们之间好像有交谈一阵子，过后那个李美月就把门关上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知道，但是看得出那个娘娘腔很伤心。准备好了吗？最好给我套出他口风，要不然线人费一分也不加。哇，你这死白骨精真的很刻薄嘞！我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帮你追踪那个变态杀人狂的嘞。来了。我这样 OK 吗 ？OK， 去吧，动作快一点啊！喂，美月啊，你老公要砍人了，你赶快过来啊！美月小姐，哎，你等一下。再说一次，真的是你干的！拐带儿童的案件是我做的，小博也是我杀的，有本事就来报仇啊！你这个胆小鬼，就只会打女人啊！杀了你！不要！放了我！杀了我！他是阿伦小波，你去抓他！我是杀死小波的凶手。美月，
不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3宗拐带儿童案件，包括5岁大小孩曹博的凶杀案，都是你干的。是我做的。那林星辰也是你杀的，是不是你杀的？也是我做的。那你先说说，为什么要把曹博杀死？我很爱美月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她。当美月选择曹平的时候，我很伤心，我很想忘记她，但是我做不到。于是，我开始暗中留意美月的生活。小博是个过动儿，他没有一刻可以安静下来，这让美月和曹平都很苦恼。干嘛那么坏啊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当曹平被公司裁退后，一切变得更糟。他们夫妻时常为了小博的事吵架，曹平甚至对美月动粗。我说了多少次，叫你不要碰我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听？啊？为什么不听？不要打了，不要再打他了。你怎么说母亲的啊？你怎么看好他的？你给我过来！给我过来！你不要再打他了。你给我过来！你看你生出什么儿子？你这个笨女人！我看见美月这么痛苦，我的心真的很痛。我在想，如果没有小博的话，美月她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所以你拐带小博，然后把他杀了，目的是为了帮美月解决这负担。过后，你拐带2名小男孩，为他们穿上女装，打扮成洋娃娃的样子。这是因为你小时候曾经遭受同样的对待，所以你利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里的怨怒。不要说了，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记起以前的事。林星辰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你禁锢小孩的？那天晚上，星辰突然来找我。好久不见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我现在是一个占卜师，混得还不错。我有一个顾客想举办一个慈善音乐会，我知道你在音乐学院当导师。没问题，我可以尽量安排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有事情在忙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星辰，
做了什么？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，我没有伤害他，真的。你还是放不开童年的阴影啊！求求你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求求你啊！好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林星辰要和你串通好，在预定的时间地点是放在让他扮演与预知能力的占卜师。我知道这样做有危险，但是星辰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跟他合作的话，他就报警。为了要让他保守秘密，我只好答应他的要求。刚才我听说你在帮一对夫妇寻找失踪小孩，你真的知道那个小孩在哪里？好，告诉你们也无妨。这个算命佬古怪怪的，他说明天下午3点钟这个小男孩将会在 Bugis 城市出现，真的出现。那为什么之后你又要把他杀了呢？我想杀死他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想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。昨天，在我回家的途中，星辰突然来找我。警察已经到处在找你了，你还敢回家？为什么警察会来找我？你做的事，可能警方已经知道了。你还是快走吧，我会安排你们。不要碰我！不要碰！不要碰！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走，我不能离开的。你被抓，我也会被你拖下水的。走！不要碰我啊！听我的，快走！我真的不想杀死他的。当时我心里很激动，很紧张，一时冲动之下，才刺了他一刀。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你是在哪里刺死他的？在我家附近。凶器是不是这把刀？你是真的很爱明月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这世界上没有别人比你更爱他，所以为了他，你愿意牺牲一切，甚至愿意为他杀人，对吗？你说谎！我没有说谎，真的是我杀死星辰的。林星辰的腹部是被尖锥形的利器刺中，这把刀根本不是凶器。总之，人是我杀的，真的是我杀的，凶器不是这把刀，是刚才我说错了，是别的，这真的是我杀死星辰的。我已经什么都说了，你们还怀疑什么啊？我是凶手啊！全都是我做的，都是我做的！停！坐下来！停！别笑！不要再笑！不要笑！不要笑！你在搞你干什么？你冷静点！给我坐下！放手！放开我！曹品有殴打你的行为，通常这类的案件我们交给家暴协会的人去处理。这位林正怡小姐是家暴协会的职员。曹太太你好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你好。那我先生呢？他犯了刑事罪，就算于正邦不进行法律追究，我们也是会起诉他的。那正邦怎么样了？他已经认罪了，承认自己是杀害小博的凶手。他真的认罪了。总算帮小博讨回一个公道了。小博还是死了。
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不要太伤心了。没想到这个人一脸好人样，竟然是个斯文败类。我陪你一起回家吧。曹太太，你还好吧？谢谢你，我好很多了。有什么心事，你不妨说出来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你老公对你长期的暴力行为，对你心理造成的伤害，比你想象的还严重。而且，你们发生这么不幸的事，你最好找一个人出来谈一谈比较好。我随时都愿意听。不需要了，我很累了，很想休息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奇怪，那个娘娘腔。我是说于正邦为什么会跑去跟你老公说他杀了小波？我不知道。有一点更奇怪啊，当你老公拿刀砍他的时候，他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好像故意要被他砍一样。难道他想自杀？是不是他也知道你老公常常打你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家暴协会的人哦。你也问得太多了吧？于正邦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去招惹你老公，他是想要逼你老公拿刀砍他，这样你老公就会被警察抓走。他这样做的目的，其实他是想要帮你脱离你老公的魔掌啊！哇，这娘娘腔真的很爱你啊！不过他也太傻了。他真的是很傻，竟然为了我这么做。原来真的是这样啊！他这么伟大为你牺牲，可是你一点感觉也没有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要提起你的痛苦的，真的对不起啊。不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都是我的错。不是啦，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也不想的啊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很累了。被尖锥形水泥钉之类的利器刺中腹腔，这种伤势并不能致命。可是死者在死前好像经历过大量的走动，导致失血过多，造成休克现象，才导致死亡。被刺杀后，他可能是为了逃开凶手，所以才到案发现场查获晕倒。那需要1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吗？1个小时。从他的伤口和失血量看来，他在死亡前1个小时就已经被刺伤了。1个小时应该足够时间求救，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？哎，等下有空吗？干嘛？吃饭啊！最近来了一个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的见习医生，有没有兴趣啊？没有。哎，我可是看在好朋友的份上，才把鸡品先让给你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我就通吃了。
小心吃太多反胃哦。怎么会呢？这种东西吃多了有益身体健康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心灵有帮助。听医生的话，没错的。我现在吃素了，滴血不沾。哎，那你跟那个 Dylan 呢？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我哪里有时间应酬他？哇，你还在摆架子啊？现在追你的男生好像比熊猫还要少哎。我是宁缺毋滥。你说谁烂啊？总之，谢谢你的好意啊。喂。喂，我有发现。开心啊！干嘛？见我老爸逼我当警察，我不肯。现在我发觉，就算我肯，也当不了警察。难道你今天才发现，原来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？人家刚失去孩子啊，老公被抓去坐牢，我为了要套出他的口风啊，还故意挖他的伤疤。这种事情做多了，会有报应的。你这白骨精啊，以后最好小心点啊！可以的话，离我远一点啊！我不想啊，打雷的时候啊，还站在你身边呢。你不是说有发现吗？我跟那李美月说，娘娘腔为了救她，故意让曹品砍她的。你知道她听了之后有多伤心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啊，本来是可以让她说出真话的好时机。但是我心太软，不忍心逼他说下去。办事不力，线人费又扣了。扣什么扣啊？你以为我是警察？我现在做的事情已经是超过线人的范围了 ，OK？ 不过呢，我又找到新的线索。这本记事簿是小博生前吃药的记录，里面写得很详细。小博每一天吃的是什么药，一天吃多少次，用量是多少。从09年开始，李美月每一天都有记录，从来没有漏过一天。小博是个过动儿，他需要药物的帮助来控制他过度旺盛的精力，而且他还要定时到医院去复诊。你看，一直到今年5月20号就没有了。小博失踪的日期是5月22号。对了，难道这2天他不用吃药吗？这里的记录非常仔细，可见美月是个非常细心的人。如果小博还需要吃药的话，他不可能忘记做记录吧？可能他在20号那天就失踪了。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们去查问证人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人看过小博出现。当时有没有留意这个小孩？我没有留意小孩，只记得这位曹太太问我关于产品的事。给我好好看照片，有没有看过她？这个女人上次叫全村的人帮她找孩子喽。那之前呢？有没有看到她进去那间店？那间首饰店啊，有没有？好像有啦。有没有看到小孩跟着她？没有嘞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美月那天是在演戏。他要当场的人相信小博真的失踪了，可是事实上，小博可能2天前已经死了。不是吧？难道？哎，你去哪里？尸体是在这里被人发现。这个新郎算命啊，搞了一轮，刚刚才有点名气，就这样死掉了。不过他总算出名了，天天都上报纸头条。
星辰被人刺伤后，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大约是凌晨3点左右。他昏迷过去，被人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失血过度死了。之前他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走来的，而且还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。他受了伤，不马上报警，怎么还走那么远的路来到这里啊？关键是当时他是从哪里走的？曹太太，有时间跟我们去一个地方吗？就在这里附近。前天傍晚6点到凌晨2点之间，当时你在公司值晚班的，对吗？我怀疑当天凌晨1点到2点之间，星辰在这里出现过。3更半夜来这里做什么？难道是来吃宵夜？谁知道？不过我怀疑他是在附近被刺伤的。会不会是被人打抢啊？不是，因为他手表和钱包都在。曹太太，请你过来一下。你们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啊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的好朋友在这里被人杀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原因吗？对不起，我需要回去工作。曹太太，不用你太多时间了。星辰是在这里被人刺伤的，凶器和这只枣子是一样的。我推测凶手当时就地取材，利用这种枣子刺入星辰的腹部。这么大只啊，吃进肚子里，不死都剩下半条命了。他被刺伤后，并没有立刻死去，过后还往巷子里走。当时星辰在这里停过一阵子。这个好像是血迹，而且已经被人擦过了。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星辰发现自己留下血迹，所以把它消除掉。当时他已经痛到半死了，哪里有空做这种事啊？不是很奇怪吗？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
他有经过这里。他干嘛要这么做？这里有监控摄像机，我会把里面的录像带带回警局查看，肯定会看到星辰有经过这里。我们从刚才的起点走来这里，总共用了多少时间？大概20分钟。星辰却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才到了这里。因为他受伤了吗？人在痛走，而且在半路还要停下来擦掉血迹，当然会慢了很多啦。星辰被人刺伤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求救，反而大费周章走这么远的一段路来到这里，最后因为失血过度，倒在这里死去。曹太太，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他是为了不想让我们猜到凶手是谁。星辰是在你公司附近被人刺伤的，如果他不走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怀疑你是凶手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都没有说你是凶手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小博是你杀的，对吗？于正邦为了隐瞒你杀了小博，帮你认罪。星辰被你刺伤后，就为了帮你掩饰罪名而送命，你一点都不觉得内疚。还有那2个男人，过了那么多年，对你还痴情一片，可惜他却爱上一个这么狠心的女人。让他们为你牺牲，这辈子都不会好过的。就算你逃过法律的制裁，这个罪责会缠着你往后的日子，你这一辈子都会很痛苦的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是我害了他们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都是我做的。李美月女士，在5月20日的时候，小波已经出事了，对不对？是你杀死小博的。你先从事情发生之前开始说起，不用急，慢慢说。当天晚上，我和曹平为了小博的事吵了起来。我哪里有时间在家里看孩子啊？我为了伤害你，要求他去做晚班了。你只照顾他一天也不行吗？你随便找一个人看一下不行啊？他也是你的儿子，你就没有责任吗？我是男人，照顾孩子不是我的责任，是你们女人的事。你有本事找份工作来养我们，那我留在这里看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有种就说一次。